大家好，眼前这是直接扦插在土里长出的地瓜叶，特别之处是两排地瓜叶与槟榔心芋头的中间呢，特别挖出一条可以直行蔓延的沟槽啊。不同溪地还多了一根水管进行连接，让水可以连通，方便浇水。而这样做的目的，除了要提高浇水效率，蔓延的方式也方便把槽控制长在沟槽里啊。地势高低落差下，让水只在沟槽里流动啊。就算地瓜叶下方长草，也会非常好拔。当地瓜叶茂密长出来之后呢，还会有压抑杂草的效果。由于这是引进灌溉河道的水进行浇水啊，水中含有不少草质，进水处若是加装滤网，多少可以改善啊。但是因为想让自然界的野生小生物进入环绕水池，就没有做这道防护措施。在进行省事浇水施肥前，先将地下的暗管进行清沙作业啊。以往是用软的水管直接插入暗管中疏通一下啦。不过既然购置了新的沉水马达，就来测试一下与多方面的应用啊。本来家里就有大型插电的沉水马达，但输出量太大哦，环绕水池不用10分钟就可以抽满了，加上需要使用延长线，略显麻烦啊，所以才改用虹吸进水的方式啊。而这使用机车电瓶的沉水马达，老实说呢，出水量还是有点大，出水口接的水管比一般接水龙头的水管大2号啊。因此若陆续转接小水管，扬程喷个5公尺，算是非常轻松。在抽水灌进暗管前，个人其实有做一个测试，直接将水管接紧原本的虹吸水管，让水灌满水管后再拔开水管，改成自动吸水是可行的。这样第一个功能就可以省掉每次得按压虹吸进水的麻烦了。至于这电瓶式抽水马达水量有多大，从后端的出水心里有数，大概得多做修正了。在进行蔓延浇水前，先要测试一下自动进水的速度，是否可以衔接上被沉水马达抽走的水量。这要有办法顺利补上水量，才方便日后不用看管的取水处了。因为日后想继续把菜床连接起来，让浇水只需要在一个定点放置抽水马达，搭配改良式蔓延沟槽，完成多处浇水的动作。而这抽水马达虽然本身就有滤网，外层再多包覆2层防虫网的原因，除了多少有降低水里草籽被带上来的困扰啊，也不希望水中生物一起被带上来。通常使用强力的沉水马达，多套上一层网子保护呢，也可以避免卡进树叶。而从水位不断降低下呢，就可以知道马达出水的速率快很多了。暗管进水的速率，发现水管还得再清淤一次啊。另外，将这蓄水槽再加大一点，则是最后的备案了。当然，若只是要蔓延浇水，从上游环绕水池取水会更省事啊。会如此执着这蓄水池呢，只是因为想要继续偷懒啊，把施肥过程整并入浇水的环节。现在稻下的酵素是使用甘蔗取代糖蜜，直接发酵完成的酵素啊。
继续看下去就可以知道为何执着于这蓄水槽哈。蓄水槽的空间方便直接将酵素稀释到水里，透过取水慢淹浇水的方式，将施肥与浇水整并在一起。就算是使用固态肥，也可以先溶解到水里，一次搞定，省掉人力操作的麻烦与时间。先让水蓄满一下，稀释一下酵素的浓度，同时呢，来看一下沟槽挖深后不严谨的状态。只挖深了沟槽，增加蔓延的水量，却没有调整连通管的深度。这盛水马达虽然是使用电瓶，但是出水量算是非常足。等到水位很满呢，水才开始往芋头的方向走。想象跟实作有很大的落差，事情果然没有想象中简单。不过这也是种植有趣的地方，就是继续调整到可以接受的阶段就好。一个抽水马达到目前为止呢，已经有了加速虹吸进水、慢淹浇水与施肥的用途了。只能说盛水马达可以利用的地方还不少。而由于这沟槽刚挖深，土壤比较疏松，吃水的速度算是非常快。不过这出水量太急太快，还来不及流到种植芋头的沟槽了，水已经快满出来了，只好先分批进水，顺道让蓄水池自动再补满水，这样稀释酵素的水量呢，应该就可以理解为何需要用到这么多的酵素。等待蓄水的时间，除了先将沟槽的挡土垫高，也将连通的水管埋深一点，让水可以早一点流到种植芋头的沟槽。而整个过程有个重要的设置，就是两组菜床的沟槽不止连通，还要同时蓄满水，这样日后纯浇水漫淹时，才可从不同的方向进水。而要避免水漫淹出来，连通的水管再加粗也是一种办法。这两组菜床目前设定为最上游的进水菜床，日后再分流出去，应该问题就自动不见了。经过一天的烈日下，来看一下蔓延的效果。蔓延地瓜叶的水被一旁的土壤吸走了，此时就可以将地瓜叶翻回来覆盖，避免长草。另外，从芋头的菜床来看，一天烈日下，种植芋头下的土壤还是湿的，这样进行蔓延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可以把蚯蚓直接逼到芋头下工作，不但上方有遮阳，下方土壤还很湿。谢谢收看。